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曝光了河北省武义县公安局一次普通的办公过程。该县的青年小周在北京工作，为了办理出国护照，从北京到武义县往返6个来回，合计3000多公里。那么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在人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观众认为这种事儿自己身上也曾经遇到过，所以可见这样的现象绝不是什么极为稀有的个别现象。老百姓呢也把我们某些政府机构工作作风总结为3点，叫门难进、脸难看、事儿难办。我们先来呢看一看中央电视台是怎么样曝光这一次相对来说有点奇特的办公过程的。不久前，记者和小周一起来到了河北武义县公安局出入境科。为了办理护照，这已经是小周第5次来县公安局出入境科了。前几次他都是无功而返，原因是材料不齐。而这次小周自认为材料都备齐了，应该没有问题了。结果这位办事人员又发现了新问题。第5次办证失败以后，小周第6次来到办证处。这次办事人员终于没有再提出新的要求，为办一个护照连跑6次还要忍气吞声，这样的办事方式伤了小周的心。一份来自《新京报》的最新调查显示， 80.9%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遭遇过办证难，其中不说明具体流程、多次要材料，还有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以及办事人员脸难看，这3种情况是最为常见。其实看了这个过程，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定会觉得这种事儿我碰到过。我身边就有很多人看了这期节目说，哎呀老梁这事儿在有的地方那就很多。其中反应比较集中的是呢，我一问呢，基本就这些部门：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就是包括计生委，就是凡是和老百姓接触最密切的政府办事机构，往往都是这样事情的高发地带。由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人口流动量大，往往你户籍所在地和你要前往的地方和你要居住或者说是工作的地方都离着挺远，往往为了这事就得来回跑来回折腾。你刚才这个片子里头我们看这个小周他家是河北武义县，不管怎么说离北京还挺近的。有的你比方说这种现象有的在湖南有的在甘肃有的在黑龙江，离北京距离都挺远的。如果这时候再有事，你可以想见他得受多少罪，被折腾多少次。你像除了说户籍这问题还比较集中的，有的到这个工商局税务局你办理执照办税也是被来回踢皮球似的，我们这不管你到那儿到那儿，那这我们不管你到那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了，跟你说你这手续不全那手续不全。就这样非常多的一些具体的办事人员都曾经碰到过类似的现象。有的是简直程序繁琐的要命，就是材料多的要命，一个章一个章接着盖，一个证明接着证明办。所以这是我们说程序繁琐，要繁琐点你慢慢办还好呢，关键有的整不明白，就是也不知道按哪个来了。你像最难办的证，有人说叫异地准生证，就是你这俩人呢，比方说在北京2口子，可是呢他俩呢这户口呢，比方说一个在黑龙江一个在这个陕西，这下麻烦了。在北京办准生证怎么弄？按规定必须得回到户籍所在地办准生证，那好吧，那回哪边去？比方你到陕西，陕西规定不行我们这女孩已经嫁到你黑龙江去了，到黑龙江办去。到黑龙江那边谁生孩子呀？不是女方生孩子吗？到女方户籍到陕西办去，就这么来回推。所以这个异地准生证是最难办的。无独有偶，在北京工作的小邓夫妇户口在江西，已经怀孕多月的妻子需要办理准生证，因为经不起长途旅行的折腾，于是小邓把所有的材料寄回老家，让母亲代为办理。结果工作人员还是坚持要孕妇本人亲自办理。那工作人员说
还是不行，说你必须得让那个怀孕的孕妇回来接受我们的检查。我就觉得挺生气的。那既然这些材料都已经能证明了，为什么还要本人回去呢？他说那你办不办？不办就算了。而且那个态度是十分的蛮横。所以就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这事要么是程序繁琐，要么是不知道怎么办，要么是像刚才片子里边相关人员对你进行刁难，根本不拿你当回事，觉得怎么揉你都得受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形成我们说一道道繁琐的程序，造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那么对于这个相关现象，在很多年前，马季先生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巅峰期，状态最好的时候，有过一个非常经典的相声段子，叫多层饭店。他和唐吉仲合说的，你听听，你看这个段子好在哪儿？还吃啊？可能我们刚才听了这多层饭店呢，你会觉得这可乐是可乐，它虽然是个荒诞题材，但是我们每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在听这段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荒诞，因为它是直接照进现实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程序繁琐给大家带来的一种麻烦，人浮于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那么咱们今天好好分析分析，为什么会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咱们一个个说。先说为什么会门难进。咱们有的时候啊，到有的机关单位办去，你发现门卫那道关你都难进。就本来这个地方是敞开了让大家进去办事的，现在得查你证件呢怎么着，或者你最后要进入办事的核心机构，外边保准有挡架的，你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先得来一刀，这我们管叫门难进。为什么会出现门难进呢？过去有句话叫宰相门缝七品官，就你看那宰相看家那人、看门的人，那都比七品官大呀。你想见宰相，没他统领还了得吗？因为他觉得他这是道关，得从你这卡点。当然咱们现在大多数单位不存在要真的卡你油干什么什么的，他的心里想啥呢？我这行政机关呢，严肃起来呀，把大门的都觉得自己比外边人高一等。那么脸难看呢，跟上一个原因很接近。你看咱们喊了这么多年说服务型政府，但很多地方政府没扭转过来，还是我在管你。那你要求我那脸色不一定好。哎呀，这事儿研究研究吧。哎呀，你们这问题这老大难了，很难解决，你先回再说啊。往往没什么好脸。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说不要叫公仆，咱们叫父母官更恰当呢？父母官唤醒当官的责任感。爹妈这本身又吃又喝的，孩子都吃不上喝不上的，你爹妈能好意思吃喝吗？所以父母官唤醒的是对百姓的责任感。那么脸来看还有两个深层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管事儿的呀，想在你身上弄点。我们不能否认没有这样的腐败现象。我就曾经目睹过一个基层办事的过程。很遗憾的，这个人呢，还是我个朋友。他管什么呢？春节时候那个鞭炮，那不准许你卖鞭炮，得到公安局办理这个临时的证明吗？就这点事儿，而且还是有人打了招呼了，这人来办来。那作为我这朋友正管这事儿呢，大过年的啊，今天28、29我在单位待着，你就这么来找我来了。当然这话他不能明说，他就故意在这磨蹭，就等着这人啊，东北管叫上太子，在那等着。一会儿这个，哎呀，等一会儿吧，等会儿还有事呢，打个电话，磨磨蹭蹭。结果进来办事的人也不开脸，也不明白，以为真这事就在这等。哎呀，给他急的，最后啥呢？没招了，把公章拿出来给盖了。哎，过去那公章那不得哈下气吗？再往上盖吗？是不是？他这一哈气，你说这公章你不给他上油他就不好使。哎，来办事人明白，哦，这么回事，赶紧出去买2头好烟送过去。你看看，就是他有所求，他想在你这弄点啥，所以在这之前他一定给你难看，让你觉得这事太难办了，这我要不求他就不行了，就是你得上点态度。这是一个，你这一来正好赶上他心情不顺的时候，那他脸能好看吗？何止是公务办事机构，你到银行，你到邮局，凡是带窗口那个，你就发现往往办事员那脸那个难看的，到这
让你带怎么就忘了呢？你又签错了，能不能再来一遍？没好气儿。假如每年在这方面咱们杀一儆百的开除几个公务员，你看看震慑效果马上就体现。可是每一次都是这个公务员里边如果不出现违法犯罪现象，都是只进不出。那这样的话，公务员绝对铁饭碗，多安稳呢！我干得好干得坏都一样，那怎么可以？所以我说这是关键，就这种惩戒制度以及曝光之后追查到底的这种决心，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中之重。事儿难办呢，也是有公有私两种原因。于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很多规章制度弄不清楚。你比方刚才我们说异地准生证的事，最难办的证，对这做规定都各省自己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而各省情况还不一样，定的也不同。你现在人口流动这么大，往往要跨省办理，这儿和那儿规矩不一样，就来回踢皮球，谁也不管。或者就是管了，他的规定不同，又要你这材料又要你那材料，一旦办事人员再不细心一点，你就一趟一趟跑去吧，你就倒了霉了，遭了罪了。所以咱们现在中国这么大，怎么样有一个统一的法律条文、法律政策推行，这是个问题。咱们现在很多时候存在从公的层面制度就不清楚，这制度一不清楚，等于给下边自由裁量权太大，往东说往西说都行，那他不由着性子你这办事人员被折腾了吗？所以事儿难办，第一重是来自制度和法律政策层面，第二层层面也是个人的层面。这个人层面在哪儿？我刚才说呢，为什么事儿难办呢？还有更重要一点，人情。咱们很多人一提腐败现象，说这就是得送钱，得什么腐败。其实中国有一种比腐败更严重的现象，就是人情。刚才我们说这小周办这事费劲，假如给他办事那女的，比方说要是小周他亲嫂子，或者有小周一个朋友，你看这事好办不好办？人情就解决这问题。就是熟人和生人办事那区别太大了。说为啥区别这么大呢？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他让你这事难办，本身就是他提升自我价值的过程。所以有些办事机构的人为什么给熟人网开一面？他平常就制造一种这个空气，这事难办不好办，那这可难伺候了。哎，这有个熟人来，嘁哩咔嚓办完了，你说你看有他在帮大忙了，这你看多省事儿。你这不就是等于欠人个人情吗？回头人家孩子上学，老人办寿啊，自己丈夫升迁啥的，再找你给不给办？这不人情就换过来了。所以不要以为人情是人情，人情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利益上的腐败。所以有的办事人员就制造这种难办，这样你托人找人，我给你办了，显得我人情大。这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人情腐败。你大伙儿想想我说这有没有道理？在你生活当中，熟人好办事的情况无处不在。所以我们说这事儿难办，不光是规章制度上，也不光是所谓一些管理呀、松懈腐败，还有这个人情在里头。这里头隐藏着的一种利益诉求，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那么呢，我们刚才门难进理来看事难办，归结到一块儿，其实监管不力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现在新闻舆论不仅要监督，有的时候文艺作品也要对这个现象进行关注。你看这个早年春晚有一个作品，刘群和冯巩和说小偷公司就对这个官僚主义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虽然很荒诞，但谁听着都不会觉得这是个超现实的作品，而是高度现实主义作品。在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里边，有一个话题不仅仅是在两会上，就是在我们看各个地方的媒体啊，包括老百姓街头巷尾热议当中也有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恐怕这5个字是最近的这个在网上搜索也是绝对的热词儿，叫什么？保障性住房。这个热议的原因呢，这是在两会之前，咱们这个总理温家宝啊就曾经跟大家说过，说是今年要开工完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所有人都认为咱们中央政府在保障民生这方面这是动了真格的。那么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咱们好多老百姓啊在这个媒体里都了解到保障性住房
这个概念。可是真正的保证性住房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也挺模糊，说我就听什么又廉租房又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就包括刚才我说这两样。那么保障性住房是跟商品房相对的，保障性住房一般来说不应该介入到流通领域，而保障性住房呢是带有政府补贴、政府福利性质的，它针对的是社会中等收入以下的，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针对这个的，比方廉租房，你这个没钱住不起房子，好，那这房子给你住，然后收你少量的租金，廉租嘛。经济适用房，你买不起房子，但是你还有点支付能力，买不起商品房，那好，我这个限定面积、限定价格把这个房子卖给你，那这属于经济适用房。所以就是说，保障性住房是跟商品房相对的，带有政府补贴、政府福利性质的，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商品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保障性住房，在现在房价飞涨的情况下，咱们社会有好多人没有住房，有的买不起房子。那么保障性住房呢，主要就是面对这些中低收入者。那么其实这个保障性住房的概念呢，已经提出来有好多年了，但是呢，说实在的，并没有完全把它搞好。因为在13年前，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就提出了一个很长远目标，就是咱们要完成的啊，就是说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咱们要让他住进廉租房，交很少租金就有房子住。再往上一点呢，中低收入者呢，咱们让他买经济适用房。买这经济适用房就是不像商品房那么大，也不像商品房价那么高，买经济适用房。那么一些呢高收入者呢，让他们去买商品房。这也是当时流行一句口号，叫有钱的找市场，没钱的找市长，政府给你解决。那么从提出这个到现在13年了，那么我们这方面民生问题得到解决了吗？部分的得到解决，总体还不尽如人意。所以你想想，那么长时间遗留到现在的问题，它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完全解决的。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出言谨慎。两会之前呢，有种说法，说今年呢要完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可是两会期间呢，说法有变化了，叫今年要开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完工是都建完了，能交付使用了，可以住了。开工是什么呢？我把地画上了，砖头瓦块拿来了，开始盖了，这叫开工。所以开工和完工一字上的变化，也体现我们现在政府比较谨慎的方式。因为发现今年一年要想让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完工，这是比较困难的。咱们政府不能说大话，所以叫开工，意思表示今年我们要开始建设，资金都到位。但是呢，说最后能不能完工呢？咱们现在政府还没这把握。那么说，为什么政府用这么谨慎的态度对待保障性住房呢？因为保障性住房确实是一个极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体系。那么首先我们就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中低收入者？你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把它甄别上来？比如说那还不简单，这个什么吃低保的，还有什么月收入低于多少的，家里这个人均面积低于多少的，这些有个最大问题。在中国当前社会成绩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你怎么样确定保障性住房的准入标准？怎么甄别它？怎么能保证这个人进来确实就是保障性住房该照顾的呢？因为这方面咱们有历史教训了。你看经济适用房，那么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经济适用房政策最开始设定的时候有一处失误。什么失误呢？就是经济适用房不应该允许它上市。一开始政府定的那个经济适用房呢，你住满5年以后可以上市，5年以内你不能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去，拿到市场上当商品房卖。但是其实按我的观点，5年以后也不能让它卖，就应该封闭运行。比方说经济适用房，同样的面积的市场上卖200万，那我卖给你呢就80万。那么80万多差距呢120万是什么？是政府补贴的。我们经济适用房目的是保护弱势群体的，不是让你挣钱的，这是。
这是政府给你补贴带来的好处。那么给你补贴带来的好处是政府给你的，你怎么能个人把它捞兜里去呢？所以无论当初买经济适用房的这个人，他是真需要照顾还是诈骗不需要照顾的，最后5年之后房子翻获利都不应该归他所有。所以经济适用房一定要封闭运行，不能够跟市场对接。一对接的话，大伙后来一看到，为什么那么多地方人你看到开奔驰宝马去买经济适用房？因为他发现这里边获利太大了，所以这个都是巨大的利益预期造成的经济适用房领域之内乱象丛生。那么今年我们承诺建这个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我认为这些保障性住房，无论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都应该封闭起来运行，就不能让它跟市场自由对接。一对接的话，这里边有巨大的利益冲突，难保下边不弄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说，第一点，必须要加强这个保障性住房准入这方面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二个，还现在有一个非常挠头的问题，就是这个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从哪儿来？那说这不国家承诺了吗？政府补贴那些不构成建设保障性住房的主体资金，因为呢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基本上一年下来建设资金需要多少呢？需要1.4万个亿。那么1.4万个亿这里边钱从哪儿来？你比方说咱们政府两会工作报告上已经定了，政府给拨呢1030个亿。那么国家开发银行呢给贷1000个亿。那么还有呢，各个地方政府呢垫资大概能凑1000个亿。再一个来源渠道呢，去年的土地保障金必须至少有10%达到保障性住房建设，这咱们国家规定10%是多少？2700亿。2700亿加前面这个3000亿，搁到一块儿，满打满算的呢，就现在已经能够确定的资金来源就5000个亿。那么1.4万亿，5000个亿差多少？还差将近5000个亿，5000亿大伙说，这可不是个小数。过去为什么长时间以来保障性住房建不好呢？因为保障性住房政府不光得批地，把地批出来，这地还没多少土地出让金收益，而且政府还得搭配套资金。今天把它变成军令状了，必须实现的了。那么各个地方政府就得考虑，我剩的9000亿从哪儿来？那么现在好多地方都说这9000亿从哪儿来？那银行贷款吗？可是跟大家说实在的，银行贷款对于风险很大的，它不会有太大的兴趣。你比方说有很多商业银行就说了，保障性住房对他们来讲风险很大，为什么呢？你看廉租房为什么叫廉租？就是租金非常低廉。那么低廉的租金呢，根本无法短时间之内就覆盖这保障性住房的成本，所以这个如果银行贷给你钱了，它可能面临着亏损。有人说那还有棚户区改造呢？咱们现在国家棚户区改造凡是好的地方基本上都置换完了，剩下那些棚户区很多都边远的地方，偏的地方，城乡结合部，那在那地方建了房子它不是这么好卖的，那么银行贷给他也存在着一定风险。说还有公共租赁房呢，公共租赁房得需要50年才能把租金收回。那么这50年期间政府都换了10届了，银行呢都不定换多少茬领导了，过了那么长时间，这个风险怎么考量？那么好，现在要想让银行贷款给地方政府建保障性住房，前提是地方政府不能再像头几年那样为了 GDP 大干快上，我上这个项目上那项目，你一大干快上显得利润高了，银行就把劲头都使到那上去了。所以这个银行贷款时候能不能到位，跟咱们现在对 GDP 增速这会儿能不能控制住是有直接关系，能不能遏制住地方的政府这种无法遏制的投资冲动，这是非常关键的。那除了银行贷款，还有人提出来公积金，咱们现在公积金闲置得有上万亿，那么闲置的公积金搁那儿是搁着，能不能把它用到保障性住房上呢？这涉及我们政策上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公积金呢不是国家的，是咱们老百姓自己兜里的钱，掏到那儿搁那儿储存着的公积金。那么咱老百姓自个儿的钱，政府有没有道理说动就动？你要动的话得经过哪些程序，这都需要政策上进行突破。所以公积金贷款呢，好多人都盯着归盯着，能马上就用吗？这是个难题。
而且用完了之后出现坏账，谁来负责任？那公积金不是政府的钱呢，是纳税人钱暂时存到那儿的。所以说这个有人说暂时不移动。那么接下来有人考虑了，建立房地产信托基金，这个信托基金必定是要经过市场运作，也跟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呢，它也存在着风险。那社保基金呢，这几年各地社保案经常坏事，你动这个钱是怎么监管呢？还有那说现在保险金也特别感兴趣，你看几个大保险公司经理都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愿意拿出来资助保障性住房。可是保险这方面的钱进来，人家保险公司也说得有点政策倾斜，我们税收上是不是就便宜？所以你现在目前市场经济下，多方的利益都是合理的，你让任何一方无偿的给国家做贡献，这都是有问题的。国家财政补贴没有问题，那你各方都是商业的，都是市场经济的，你凭什么让人家白拿钱呢？所以说现在想拿钱的在向你要政策，有一些钱涉及公共利益，暂时还不能动。所以目前的保障性住房的这个筹集资金这块出现了很大难题。所以说这一年下来，咱们在保障性住房上的集资这一块能不能把政府那钱也用上，咱们自个儿还能筹来很多钱，而且合理的使用，这是个非常大的难题。所以说今年保障性住房这个任务对于这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讲呢，形势都是非常严峻的，怎么筹措资金，怎么管理，怎么完善监督。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关注国内这个住房市场的时候发现，现在说保障性住房再建1000万套，那这个1000万套最后到底能不能消化得了？有人说那怎么消化不了，没房那么多呢？你不要看说没房子多，那么边远地区你搁到那儿的比较偏的房子，他愿不愿意去住还是一回事儿。你比方说我要在城市里打工的话，我离单位走2步就到了，那我租个房子，我不省去来回的这个路上的交通费吗？你现在整个郊区大远的地方住，我每天上班就得2-3个小时，下班再2-3个小时，我愿不愿意去呢？而且现在好多的这个棚户区改造或保障性住房啊，地方政府把它往偏了往远了建，为啥？好地方还指它土地出让金卖钱呢？其实现在我们看商品房里边有大量的结余，而且商品房里头入住率也不是多高。那么在这个时候再建1000万套住房，会不会造成资源浪费？如果说那商品房人家买卖人自由，人愿意空着，那好，咱们现在还有别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好多城乡结合部甚至农村都建了那种小产权房，现在小产权房是我们很难处理的，从土地法上来讲它不合法，可是呢，如果这个东西大量闲置的话，还占据一定资源，怎么办？北京大兴现在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小产权住房呢变成公共租赁房。哎，我这个不上市，不能卖啊，不能卖，但是你谁来了呢，我交多少年租金你就可以住。这个等于呢是从另一种方式解决了小产权住房呢跟上市的房子之间搭造这么一个临界点，就既不让它浪费了，同时也让你房主得点钱，也解决小产权住房的一种困境。那么当然现在国家没有说小产权房和公共租赁房对接不是合法的，是不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完成点政策性突破，把大量的小产权住房呢能够当做保障性住房来使用，就算国家借你用的，回头给你租金呢，给你什么呢？这样小产权住房的房主呢，集体土地所有者呢，他也能得到一定的实惠，同时还解决了政府这种重复建设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浪费。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啊，都应该我们的政府及时组织智囊团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话，全盘考虑的话，保障性住房才能有一个比较美好的明天。那么呢，收看我们节目的好多人呢，都在琢磨，哎呀，这保障性住房我是不行，我这收入也还可以，好像买保障性住房或者说是廉租没戏。那么呢，好多人关注保障性住房是什么道理呢？他希望保障性住房一出来呀，有的人都买不起的买上了，低收入的也有了。那好，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让房地产上的刚性需求下降，然后使房地产商一看没那么多刚性需求了，没招了，降价吧，是不是我们买商品房能便宜呢？这是很多根本不可能跟保障性住房有亲密接触的
想要买房子的想法，哎呀，它一整就降下来了，然后我好买。跟大家说实在的，保障性住房对商品房降价不会有太多的促进作用。为什么呢？你首先看保障性住房是哪些人用？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弱势群体，这些人当然也对现在高房价不满。为啥呢？他一看，比方说北京2万多、3万多一平米，绝望了，我不吃不喝一辈子也攒不下来，所以他怨气很大。但是这个怨气呢，是针对他的期望值来的，不是针对现实来的。因为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讲，比方说我一年我才就挣那么2-3万块钱，这个房价，北京房价2万多一平米，我买不起。那再往下，就真给你降价降下来，降到1万多平米，你能买得起吗？你也买不起啊。所以说，商品房的真正消费者是不包括这些中低收入的，而保障性住房解决他们的居住，他们就即使现在再想买，他也不可能进入商品房消费领域，所以商品房的价格不会由他们来决定。那有人说老梁你说的不对，还有些夹心层的这个有点收入但又没到那么高，他们想买呀。你现在一买了经济适用房了，他们买了不就不买商品房了吗？其实这个对整个住房市场影响呢比较小，在1000万套住房的比例当中，仅有极少一部分拿到经济适用房去，所以这一块对商品房的影响并不是多大。而且那些夹心层他时刻都希望买商品房，因为买了经济适用房呢有诸多上市的限制。这些夹心层他有一定收入，他买了房子什么心态呢？我现在听说房子还得涨，我先买了吧，买回来搁到这儿，我住进去，然后静静等着房子涨价。所以这就咱们常说的嘛，你没买房说希望房子价低，买了房希望往上涨。因为这些人他对房子涨价是有预期的，那么他对房子涨价有预期，他认为一定能涨，他就想买，这又构成了刚性需求。所以这部分人能对平抑房价起多大作用还不好说，根本就很可能还又推动了商品房价。所以跟大家说实在的，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乃至未来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不会对商品房的价格产生太直接的冲击。它要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不是解决我们现在属于中等收入线或者中等收入以上的。而这一部分人是商品房最主要的消费者。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折腾这么多年有关房改呀、保障性住房、商品房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其实应该是这样，比方说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归谁所有呢？咱们说归国家所有。归国家所有等于什么呢？全民所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是咱们全国13亿人口共同拥有的。那么按照这个说法呢，城市里和乡村的住房面积，就说宅基地归谁所有呢？也归13亿人所有。也就是说咱们13亿人呢是中国土地的大股东。那么按照道理来讲呢，咱们应该怎么分配土地呢？就是现有的宅基地除以13亿，每个人能到每个人手里多少，这个土地是咱们自个儿的。比方说假如说能到咱们每个手20平米，那好。假如我现在比方我家里我老婆我儿子3口人，我先天就该拥有60平米，120平米吗？那么拥有这60平米土地，我在这个土地上这房子，当然砖头瓦块这个盖起来这什么，我得支付这个钱。但是这60平米土地的钱我不需要支付，这我自个儿的。但是眼下中国的商品房市场呢，在我看来呢，就是把大伙有的这些土地给攒到一块自由买卖去了。我认为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精神。那么说我们家3口人住60平米，上面这房子我支付钱，这地是我的，我不需要再交了。那我有钱，你比方我大款，那我非住200平米的。好，200平米减60多少？140平米。多出这140平米你必须向国家交钱，这时候是真打实凿得交钱，因为你占据了大众的土地资源。交多少钱呢？对于这样富人，我能卖你5万一平米，我不会卖你3万一平米的。那么说我现在呢不想住这么大的，我一家3口人我就住30平米的，这样我就节省出30平米，这30平米钱
国家应该赏罚他，卖给富人的钱来补贴到你身上。所以正常的我们说土地国有的概念应该是这样，但是我说这呢，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这个理想化状态在现实当中呢，短时间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至于为什么短时间不可能实现，我一时半会儿也总结不出那理由，您不妨自己开动脑筋想想，这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当中，通过了转变工作作风的8项规定和6项禁令。在这当中，不仅有关于节假日团拜宴请的一些约束性规定，也有对常态化的公款招待做了一定约束性的指令。你比方说简化招待，比方说不安排宴请。那么在今年1月17号和1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次重要的工作会议上都强调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批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广大干部群众对餐饮浪费等各种浪费行为，特别是公款浪费行为反应强烈。联想到我国还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存在令人十分痛心。浪费之风务必狠杀。那么这些只是说明了2个问题。第一个，从严治党、遏制公款吃喝，恐怕是今后施政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步骤。第二个，就是说明我们目前的餐饮浪费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了。说到这个餐饮浪费啊，我们相关的部门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就是说我们这一年呢得浪费多少粮食呢？大概浪费粮食折合成人民币得有2000个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这个浪费现象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它深入到了我们身边每一个层面。你无论是公款招待，还是私人宴请，还是我们平常吃工作餐，如果你要把现实当中这种浪费现象我们集中在一块看一话，你可能就会觉得触目惊心。我们的编导也做了这样一个小片，我们看看从南到北中国大地上每天发生过多少来自不同地点不同人群的餐饮浪费现象。其实这样的事儿啊，就存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你就拿我们这个老梁观世界节目组来说，这是我们的切身体会。我们在每一次录像的时候呢，也都要订盒饭、工作餐。每一次我看到这个工作餐，好多人那个一满盒的米饭吃不掉，有1半以上有就浪费了，菜吃不了就倒掉了。后来我们就商量，这样把这饭大家能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家里也要做主食，如果说嫌着饭冷了，蛋炒饭嘛，可是有的菜就这么倒掉也可惜。我每次录像呢都为这个问题看起来纠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对粮食的这种珍惜已经深入到自己的骨髓当中。我小的时候，我家里就有一幅画，画上2个小朋友拿着饭碗，干干净净的，那个画的名字叫比一比谁的碗干净，就是当时不浪费一粒粮食啊，成为我们那时候的传统。可是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仅80后90后不拿浪费粮食当成一回事了，就连我们这一代人似乎好像在这方面走的也更远了。为什么呢？当我们这代人拥有了更多财富的时候，其实浪费的现象在我们身上也一点点变得习以为常。那么说到这个餐饮浪费现象，我们怎么去治理呢？有的人说咱们这个人得加强道德建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虽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真正要想把中国的餐饮浪费现象制止住，就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那样，必须得制止住公款吃喝。为什么这样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我们曾经有一度啊，从上到下政府也倡导大家买小排气量车，减少环境污染。可是最后这个号召是无疾而终，基本没有在现实当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什么呢？政府的消费往往对老百姓消费有指南作用。你这都买大排气量车，你号召民间买小排气量车，这个有时候执行不下去。再一个，它这个浪费公和私之间有天壤之别。你拿咱老百姓来说，出门把家里的灯关掉，把这插座拔掉，这成为很多人常态。可是为什么一到办公室里
就有常年不关的电脑，有时候走廊有长明灯，厕所哪有长流水，就是一沾了公字，很多人不自觉就跟浪费挂钩了。就是咱们自己他知道有时候控制浪费，你包括说咱们私人餐饮这个性质都不一样，它和公款吃喝为什么性质不一样？你比方说我自己掏钱，我请了一桌饭没吃了，倒腾，很多人指责你，我在道德上受到谴责，但是我没犯法，这钱是我自己的。可是问题是公款吃喝就不是这个性质了，公款吃喝不是道德问题，是法律问题，因为你浪费的是纳税人的钱，这等于是职务犯罪。所以公款吃喝造成的浪费和私人吃喝造成的浪费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这方面我们要治理的话，必须要把政府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扼住，这样的话民间的这种浪费才可能迎刃而解。因为政府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民间，所以我说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对铺张浪费，厉行勤俭节约，他要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8条规定、6条禁令做起呢？就是严抓这方面，确立政府的这种指导作用，率先垂范的作用。那么眼下中国的公款吃喝毫无疑问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咱们看那个赵本山的小品《牛大叔提干》，这1995年的小品，赵本山、范伟演的，那一层一层盘子摞起来，那不就招待外边来的官员客人吗？结果没来，整个都倒掉了。可惜的是1995年反映的情况，到现在这时间已经过去多少年了，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这是很令我们痛心的。你想每年到年终岁尾，咱们凡是在所谓的公家单位待着的，哪年不吃哪年不喝，哪顿没酒。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么重要的会议上把这个事单拿出来说，而且1月17号、1月23号2次重要会议强调这个事儿。这就我刚才说的，上边这么强调是说明餐饮浪费不制止都不行了，公款吃喝不制止都不行了。那么公款吃喝咱们喊了这么多年，有人总说哎呀，公款消费制度、招待消费制度不严格。你现在如果你要有兴趣，你把各个地方政府那个网站打开，有关制止公款吃喝的条文非常多，规定的特别细，每一餐比方说4菜1汤啊，不能上酒啊，标准不能超过1人多少钱呢，基层招待怎么样，到哪一层什么样，怎么补贴，规定的特别细致。你根本不能说我们现在对公款消费就没有制度性约束，有，可为什么制止不了呢？这么些年来都说7、8个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为啥呢？没拿这个规定当真过。咱们大伙想一想啊，你什么时候看到某个地方官员因为公款吃喝被撤职了？有没有呢？有，极少。曾经有的人就说过这样的话，说这个钱呐，吃了喝了行，你要揣到兜里就是个事儿。你琢磨琢磨这句话里头意味着什么？似乎好像反腐的重拳都打击到那些贪污啊、挪用公款呐、行贿受贿上了，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好像吃点喝点浪费点就不是个事儿。所以时间一长，没有人拿吃喝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当回事。所以我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到就治理这种铺张浪费现象的几个准则，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说这话说得非常好。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做到哪3点？第一，要确立一个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第二个，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第三个，不容易腐败的保障机制。我认为这3点习总书记说到根儿上了，咱们可以一一给大伙分析。首先一个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咱们就拿公款吃喝这事儿来说，什么叫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呢？以往说是纪检委来查来了，大家别忘了，纪检委反腐是党内反腐，有很多人就觉得党内反腐我可能就对我高抬贵手，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确立一种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是什么呢？一定要把司法机制引进来，而不是像以前有的部门处理那样就是简单的违纪。违纪和违法不是一个概念，你要不把它上升到违法的高度，很多人还不拿这当回事。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层面，要通过把公款吃喝上升到职务犯罪的高度，来建立一种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那么第二个不能腐败的防治机制是指什么呢？就是严格的报销制度。
咱们现在公款吃喝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比方说公款吃喝经费花多了，那怎么办呢？挪到办公经费里边，挪到会议经费里头来，一转没了。还有的时候呢，比方说会议经费吃紧了，那把会议经费这个一部分挪到公款招待这边，以招待经费走账，就五马倒六羊，来回的倒小金库。这个根源在哪儿呢？报销制度不健全，监督制度也不健全，更重要的是一把手说了算，只要一把手签字，到财务那不敢不报。所以这是个关键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怎么能够约束一把手签字的权利？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这边财务这块怎么有一个健全的报销制度，尤其对各种各样的发票下边明细严查。你要这方面把它健全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堵住了公款吃喝的口子。你多花了钱，你找不着地方报销，你自个儿承担吗？那时间长了自然掏自个儿钱谁都心疼，这口子可能就堵住了。所以这个是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在制度把这种漏洞堵了。在第三个呢，是不易腐败的保障机制。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有一些规定啊，让大家自觉的从这种公款吃喝里撤出来。我说这可能你不好理解，但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无论是公家吃饭还是个人吃饭，你会发现餐饮浪费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是有酒的时候。比方这酒要上来了，大家要喝点酒，吃的东西可能就无所谓了。而且这酒一端起来，喝酒你不能没点好菜呀。你说你喝茅台五粮液，你整几个土豆丝儿，你整个土豆条什么的豆丝儿啥的，不像话呀。那这就龙虾、鲍鱼呀，也是山珍海味，这就上来了，一下档次就上来。而喝了酒之后，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不怎么动了，或者动几块就扔那儿了，造成了令我们痛心的巨大浪费。就包括咱们民间私人宴请都是，真要喝上酒，你看那菜得剩多少。所以往往上了酒，这就不一样。对于公款吃喝来说，咱们现在这个军委有一条规定很好，禁酒令，就这种吃饭场合不能上酒。我认为这是抓到了命根上。如果公款吃喝过程当中严禁你喝酒，就不准你喝酒。你看看这个餐饮浪费得减少多少？为什么呢？一滴酒不让你沾，咱坐着就吃饭，就真给你上龙虾、鲍鱼、山珍海味，大伙坐着大眼瞪小眼，一人吃两口。吃饭总是快的，自然而然你就觉得这气氛不对了。那这样我还不如自助餐呢，自个儿吃的自在点呢。所以我刚才说，只要先禁酒，这道关过了，后边的事自然而然了。可是，一有酒，这档次一上来，公款吃喝浪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刚才说，上升到职务犯罪的高度，确立公款吃喝是职务犯罪这样一种惩戒机制，严控一把手一支笔的权利，健全财务的报销制度，并加以监督，这是建立一种防范机制。首先从禁酒开始，让大家自然而然的远离这种公款吃喝，这是建立一种我们说保障机制。所以其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这个三个机制的建立，就是根治现在公款吃喝最有效的手段。我们党政部门要规范我们的公务接待，很多地方现在开始使用公务卡，包括制定了详细的餐饮的标准。你看，管得住的地方，舌尖上的浪费必然少；管不住或者不去管的地方，浪费成为必然。所以我倒觉得这个问题说难不难。第一个，中央政府的决心，让大家感觉到中央是要动真格的了，这是一个。第二个，看各个地方执行情况怎么样。比方说今年过年春节期间，咱们就视各地公款招待的经费，以这个作为一种一票否决的理由。如果你这个地方行政长官这事再抓不好，你往上下去，你看看能不能推到地方。所以这次我感觉习近平总书记那么在政治局工作会议上讲这个，应该这是今后中共的一个执政方向。遏制公款吃喝也是政府获得民心的一个重要过程，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走向和谐的一个必由之路，也是增强大家对政府这种信任感的关键举措。所以这个事儿是不能放松的。那么至于说我们私人，就我们个人吃喝这个问题，其实我倒觉得并不难。有的人说，那我就找人办事啊，我得宴请客户啊，我得交朋友啊。我跟大伙说一句，你想想，有哪一份合同或者有哪个朋友是你不喝酒就签不下来交不下来的？咱就拿你身边朋友，哪个朋友是你通过喝酒交下来的？通过喝酒交那朋友，酒肉朋友，到有事的时候他能管你吗？
你明白这事就知道，酒桌上说那话不靠谱，你靠餐饮上摆排场，你交不下来真正的朋友。而作为咱们每个人来讲，也都知道，你吃这时候中国还有那么多人挨饿的，还有相当多人在贫困线上呢。咱们私人宴请，有的花几千不在乎，你可知道这几千块钱就是中国一个贫困线杠。咱们现在贫困线水准是什么呢？年收入在2300块钱的，就是一个月还挣不到200块钱的，你这一顿饭可能把这个贫困人口1年的收入，全家收入给吃没了。你要想想这事儿，就琢磨琢磨，咱们是有钱了，生活是好了，可是还有那么多人日子不行呢，你这能不能高抬贵手，稍微省那么一下？其实你都没吃到你肚子，都到了浪费了，你把这个省出来给那边，你不是功德无量吗？所以我倒觉得个人这个事儿可以通过道德的约束力来实现。如果公款吃喝能刹住了，我觉得民间这个吃喝风、餐饮浪费它就不是问题。所以我们是提倡咱们私人的宴请少点菜，点到即止。而且现在你想，人类生活也越来越文明了，有多少人还在乎吃这顿饭？你说你点那些显得你这我热情，能显出什么？你比方这盘菜，说我少来一个菜，可能少这100块钱、80块钱啊，你就差这点钱来体现你的好客，来体现你的富裕。你想想，这就是贫困年代给大家留下的后遗症。当然现在我们说到这些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浪费这个餐饮的、浪费粮食的现象值得注意。这一点中国和西方差不多。你比方说英国、德国、欧洲这些国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就大约有50%左右的粮食浪费了。它浪费的比例甚至比中国还高。为什么呢？它的食品要求规格比较高，进了超市的食品呢，它往往给你写明白，写得很细，都过了保质期肯定不能吃了。还有的是呢，过了最佳的时期，就这时候吃口味最好，过了这时候了我就不吃了。所以很多时候超市把这些卖不掉的东西也只能扔掉。咱们现在已经有这苗头了，只不过还不如欧洲严重。所以呢，归根到底呢，咱就是好好想一想，无论你是公款吃喝，你还是私人宴请，你想想，你在这大吃大喝了，这个世界上啊，不发达的国家跟地区加起来大概有9亿人挨饿，还在这个饥饿的这个贫困线上挣扎呢。你每次大吃大喝的时候，看着这些东西浪费的时候，你要脑袋里闪过还有9亿人挨饿呢。